你又想怎么着啊？我要清场。清什么场啊？第一，杨洋洋不是要钱吗？给他钱啊，把他和卢卡的股份买过来，让卢卡只负责技术维护和新技术开发。第二，徐佳莹和高迪不愿意卖股份，好啊，反正他们也没有管理经验，不用参与管理的事情，每年只参加一次股东大会就可以了。第三，我们要给李奔腾股份，给罗伟股份，还要和洛菲斯谈，和沃云生谈，几轮融资下来，就把他们手里的股份洗干净了。这件事情我来操作，确保你的股份不会缩水，把他们全部淘汰出去。这是狡兔死，走狗烹啊！这套你都是跟谁学的呀？这个不用学呀，不都这样干吗？历史上改朝换代第一件事情就是屠戮功臣。当年楚汉争霸，韩信把齐国打下来，他给刘邦写信，让刘邦封他做三齐王。当时正是用人的时候，明摆着是勒索，可刘邦还是答应了。可汉朝刚一建立，刘邦去山东玩，韩信去接他，二话不说直接拿下。韩信毕竟跟了刘邦这么多年，刘邦不好意思自己动手，让吕后召见了他，一张大渔网裹上，10几个宫女娇滴滴的拿着竹竿子，把战神捅成了血豆腐。血豆腐？是血豆腐。还有一个高级将领叫彭越，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土匪头。刘邦知道他匪性改不了，也把他叫到京城来，还是不见他，也是吕后召见了他，杀了他，把他剁成了饺子馅儿。长安城所有的官员每人一碗，皇上就看着大家吃。从此以后就没有人敢造反。我警告你啊，我不是刘邦，你也做不成吕后。郭新年，你要去哪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今天晚上在外面睡，我怕我睡着了，你给我捅成血豆腐。郭新年，你知道我是为你好。反正我来当，就是要把他们清出去。老大，我们在民宿度假呢，你快来。先生，这边请。这边。先生，就是这屋。好，谢谢。老大，越来越腐败了啊！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又做什么呢？保养看不出来啊？别乱丰胸啊！把屁股上的肉移到胸上，你不觉得麻烦呀？就是，我跟他说了，他不听我。哪儿是胸，哪儿是屁股，你分不出来是吧？姐这是脸，看清楚了啊！不是你们俩人直眉瞪眼看着我干嘛呀？我一女的做保养，你们俩男的跟这瞎凑什么热闹？今儿姐高兴，请你们俩做 SPA， 滚！老大，洋洋叫咱俩滚呢。那我得来个最贵的。纳兰，李奔腾那5000万，算股权还是债权？杨洋洋跟卢卡不同意债权，他们不想还钱，连哭带闹的，整个管理层现在一片混乱。我在跟你说话呢。这件事儿你应该让魔晶的股东团队自己解决。那你也是洛菲斯的股权代表啊。唉，
李奔腾就是趁火打劫。魔晶还没有进行第2轮融资，他一下子拿走那么多股份，应该算债权。那你应该在魔晶的股东大会上做明确表态。纳兰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郭新年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。如果他给你打电话，你就告诉他那5000万，让他算债权。他凭什么听我的呀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眼睛看的是我，心里想的是你。那个味道我不用鼻子都能闻到。你说他凭什么听你的呀？你真无聊。纳兰，纳兰，你知道魔晶的股东他们怎么说我吗？他们说我不就是跟郭新年谈了个恋爱吗？凭什么到魔晶来指手画脚当股东啊？我真是快被气死了，我还得厚着脸皮去说服他们。只要郭新年肯听我的，我一定把这些说闲话的人都清洗出去。你的毛病就是控制欲太强了。好，就算我控制欲强，我也是为了郭新年好，为了魔晶好。要说私心，只有一点，连郭新年自己都承认了，他把股份给错了，应该给你。我现在必须要证明我不比你差，我对他的帮助比你大。温迪，我警告你啊，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。你把我当成预设敌人，天天担惊受怕的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没有预设，这是事实。我就是天天在担惊受怕。只要郭新年一天放不下你，我这个噩梦还是会一直做下去。对不起了，我救不了你，我也不能原地爆炸呀。于公于私，我都奉劝你一句，你还是辞职吧。黛玉葬花呀！哎呀，这个干什么？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哈，考我呀？太小看我了，预言嘛。哎呦，还知道？刚才尝过了，咸的。你说这就是咱们想要的美好生活吗？要不然呢？杨洋昨天骂我，他说你别老想念过去的那种生活，有什么好的呀？你想想，咱们那时候在破电影院啊熬夜的时候，个个苦不堪言的。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这样的生活有多美好，你不得掐死人家？只有傻子才怀念过去的苦难。其实有时候觉得我要是雌雄同体就好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人啊，有时候挺好啊，能照顾你是个伴儿，但有时候就特别麻烦，你老得顾忌她。你就像开会的时候，其实我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观点，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但是杨洋不行啊，我还得顺着他，所以你别怪我。你是我兄弟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哎，女人要是电脑就好了，需要的时候开机，不需要的时候关机，有时还能自动屏保，还不得懂。行，一会儿我就跟杨洋说。你别呀，老大！别动我腿，我痒。哎呀，你那个温迪也不是好弄的主，杨洋算是跟他杠上了。行了，
咱们不惹你人了。对罗维和李总，你是什么看法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没看法。罗维可以留，毕竟他在软件构架上是一把好手。但是，其他的必须你来决定。老大，我可只听你的。当当当当当当，闪亮登场。好看，好看！你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！哪儿好看了？你看见我哪儿闪亮了就好看。我不是脸闪亮，我是手闪亮。都闪亮，都闪亮！你赶紧出去，我这什么都没穿呢。哎，还有这么不害臊的？老大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温迪是美女蛇，是美女蛇，是美女蛇。姐，你还行不行了？你跟人结死仇啊？怎么了？我是要向老大说明我的观点。老大，你可得离他远点啊！我觉得纳兰不错，要不你得拨一次？魔晶的问题谈得怎么样了？没法谈，一谈就急眼。公司的章程管理、组织架构、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全没有，基本上就是水泊梁山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。我已经苦口婆心、舌战群儒了，但还是孤掌难鸣，毫无进展。纳兰，你怎么看？魔晶的发展对郭新年个人非常依赖，就好像微软的比尔盖茨、苹果的乔布斯，他们个人都能影响整个公司的风格。我认为不需要强行调整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我们不是大股东，我们最终还是要退出的。公司里的人事调整和运作，我们只有建议权。我现在主要是担心，他们能不能扛住这次官司。李奔腾不是已经拔刀相助了吗？他拔刀砍谁，我还不知道。李奔腾那5000万，不是好拿的。你觉得有多少人愿意拔刀相助，帮你度过危机呢？魔晶的股东团队一直在讨论，这笔钱到底是做股权处理还是债权处理？股权也好，债权也罢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魔晶能不能活下来。我把你们叫到这儿来，就是要让你们抓紧时间做2个预案。如果魔晶能够活下来，我们要继续追加投资。如果他你们懂的，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和李奔腾的新的合作协议，保证洛菲斯的钱没有风险，我们的投资绝不能失败。这件事仅限于我们3个人知道。如果李奔腾收购了魔晶，以您的判断，他会怎么做？纳兰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李奔腾会怎么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可以肯定，郭新年会离开魔晶。郭新年一出走，李奔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雪藏魔晶，让他永远没有面试的机会。我们都知道李奔腾是靠什么发家的，他为什么这么在意魔晶呢？因为魔晶威胁到他了。你们真的以为他会有勇气淘汰自己的麒麟，
把魔晶作为主导项目。就算李奔腾同意，他的团队会同意吗？看看，也许魔晶死不了。看看，2958了，2956了，2958，5、4、3、2、1。这个成绩是个奇迹。祝魔晶好运。你们忙去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我有些事儿想跟您单独聊一聊。是要讨论我的去留问题吗？如果是关于我个人的，我希望能旁听，你们不能缺席审判。5分钟把事情说清楚。温迪是魔晶的股东，我认为他应该立刻从洛菲斯辞职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我做股东是干净的，我不是故意违规的。违规就是违规，没什么故意不故意的。那如果这么说的话，违规的也不是我一个人。我知道你是在说我。辞职信我已经写好了，彭总，他不走，我走。你没有权利逼我辞职。我有这个权利。我就是投资部的负责人，我们这个部门不需要你这种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我是哪种人？你告诉我是哪种人？好了好了，姑奶奶们，你们吵够了没有？吵够了没有啊？我也真是倒了霉了，投了这么复杂的一个项目，这闹得成天鸡犬不宁的，鸡飞狗跳的，内战不断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。如果有一天我跳楼了，我会逼着你们先跳。
楼下跳钢管舞呢，丰腰密臀，个个1.7米大长腿，特性感。我怕我经不住诱惑。大家都挺高兴的，你怎么了你？吕奔腾那5000万怎么处理？大家意见不统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下载量过3000万，运营商就不起诉我们了吗？我也想去庆祝，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，我怕我下去扫大家兴。彭总，你冷静一点。今天就算是要跳楼，我们也得把这话先说明白。我是洛菲斯派驻魔晶的股权代表，温迪是魔晶的股东。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把他当下属看，还是把他当客户看。我在魔晶的时候是股东，回到洛菲斯是你的下属，这不是很清楚、很简单吗？你倒是分得很清楚啊。可是洛菲斯明文规定，任何人都不允许拿创业公司的股份。规定就是规定，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。要说违规，咱们3个谁没违规？你没违规吗？你没违规吗？纳兰，你想想，你在魔晶和捷讯之间是什么角色？是什么角色？你能说清楚吗？你告诉我，你能说清楚吗？魔晶的情况很复杂，很特殊。温迪要在第一时间把魔晶的真实情况带回来告诉你，他还要在第一时间把洛菲斯汇总的信息传递给魔晶。这对洛菲斯、对魔晶都有好处。哼，拍电影是吗？现在双面间谍，你让他去当卧底，这不是做生意啊，这是内幕交易啊！对洛菲斯有好处的事，为什么不能做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做？为什么？温迪。今天当着纳兰的面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如果魔晶能够度过危机，你必须从洛菲斯辞职。彭总，就这么定了。彭总，到时候会把辞职信交到您手上。我跟高迪，我们2个商量了一下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们俩都听。谢谢啊。行了，别愁眉苦脸的了。之前你在高模咖啡，1杯咖啡喝1天，喝完还往回吐，这么恶心的事儿你都干了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跟我下去吧，你不下去，别人也玩不踏实。尤其人罗维功劳这么大，你不露面，人家还以为你对他有意见。走吧，快点，笑，快！不，你上哪去了你啊？顾今天，来 ，Cheers，Cheers， 你悠着啊，别喝多了。成功了我们。老大，找你半天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有东西给你。哎，老大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重新改了个界面，你看看，变成了一个绿色的随风飞舞的小燕子，怎么样？哟，改调性了。
现在是夏天，叶片是绿色的。等到了秋天，到了冬天，我甚至希望叶片变成粉红色的，提高用户体验。要是换上这个界面，咱们的下载量还得增加1000万。那必须的。咱俩聊聊啊。你说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楼顶上。我陪郭总去聊聊。再不出来晒晒太阳，那他妈该长蘑菇了。哎，我这脖子呀，还有这个肩膀，我住那地儿太潮了。哎呀，这在北方再得了风湿，这妈的！我这个颈椎也完蛋了，动不动就莫名其妙的头疼。医生也不让我吃止疼药，只让我运动。医生说我这要是再严重下去，就会有一天突然晕倒在大街上。这还没怎么着，你都快挂了。我不甘心呐！我不甘心呐！咱们俩那会儿合租房子的时候，天天说，有一天我们一定要一起开一家公司。没想到是这么实现了。现在咱们俩可不算是在一起合开公司啊，现在我是在给你打工呢，老板。老板，对我最近的工作还满意吗？刚及格吧。很好。股东们委托我跟你谈一谈，谈一谈股份问题、薪水问题、继续合作的问题，还有将来你在公司的职务问题。跟我说说，你是什么想法？这么大事儿，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吧。老板们怎么定就怎么定吧，我就等着皇上颁旨。那朕希望你留下来。朕希望我留下来。朕还记得当初我邀请你加入胡油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你说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我们各干各的。朕当初要是愿意来帮我，我就不会被淘汰。我当初是能成的，朕还记得吗？怎么着？胡油垮了，怪我呀？就怪你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帮我呢？因为我仗义啊，因为你现在遇着难了，你需要我，我就来了。我不像你。这笔旧账你要翻到什么时候？看心情吧。各位，你认为魔晶这回能挺过去吗？没戏。就你们那个下载量，救不了你们。你们是斗不过运营商的，在人家看来，你们已经是死人了。你们离死，就只差最后的一口气。谢谢你跟我说实话，我有心理准备。我的这份家业是我赤手空拳打回来的，大不了再一无所有的回到大街上，能怎么样啊？我不怕，只要魔晶还在，我就不会心甘情愿的等死。不过我非常谢谢你这回能来帮我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，我一定不会耽误你。如果你暂时没有，我希望你留下来，咱俩一起干。你有任何条件，直接跟我说。哎呀，说的我都快动心了。
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答应你。当初我邀请你来胡游的时候，我已经做完准备了。我会让你来做我的第二大股东。那现在轮到我来投靠你的魔晶了，你会这么对我吗？行了，要我来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这个软件将来的发展方向我来定，我说了算。你来了，我走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跟郭新年谈崩了，我准备离开你们魔晶了。你不能离开啊！魔晶现在需要你。可是我跟他没谈成啊。你拿着，在这等我，我去跟他说。郭新年，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无论如何不能让罗维走。他要走了，魔晶就真的没救了。他人现在就在公司门口，是我把他拦住的。我求你了，郭新年，跟我一起去说服他吧。你说话呀！你知道他留下来的条件是什么吗？他要当魔晶的第二大股东。没关系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股份的事情我可以给他做工作。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他留下来的唯一条件是，魔晶以后由他说了算。罗威就是太贪心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靠自己。郭新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难，但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多难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无论我做什么，你喜欢也好，不喜欢也好，我都是全心全意为你的。
哭过又笑了，笑着对自己说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找个理由就忘了。或许沉默久了，变得口若悬河。我梦过又醒了，醒着对自己说，希望你为自己而活，别把生命都错过。你还有那么久的梦要做。好，期待你们的研发中心大展宏图啊！罗威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吧？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你跟我直说。真没有，都挺好的。告诉我，将来咱们山高水远，江湖再见。小王，走。哎，罗威，你听我说，你帮了这么大忙，我们还没感谢你呢，你就这么走了？这太朴实了。而且郭新年这人一根筋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，你跟我提，我做他工作去，没问题。郭新年，你怎么跟罗威谈的啊？他怎么要走了？咱们就不为难他了，我们已经聊好了。怎么不为难人家了？回头我再跟你说。罗威，送送你。徐总、杨总、卡总，拜拜，高总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我坐地铁走了。去哪儿啊？下去看吧。我一个随遇而安的人，无所谓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失败过几次了？3次吧。3次。我已经找到我远处的灯塔了，我会奔着那儿走的。从前，我的狐油曾经出现在过这块大屏幕上。将来不管做什么，我会让我的作品再一次回到这些地方来。可能时间会长一点，但是我不会停下我的脚步的。需要什么帮助，尽管开口。我现在还有点能力，等将来要是魔晶垮了，我就彻底没办法了。我缺钱，但我缺的不是你这点小钱。将来咱们俩可能就真的要成为敌人了。就冲你现在说的这句话，我会把我的枪口再往上翘高1寸的。我纠正你一点啊，我从来没把你当做过敌人。创业的快乐，对我而言都来自于创造本身。什么都想要，是不可能快乐的。我跟魔晶这次打官司，您觉得谁会赢啊？
我又不是法官。您投了4000万，是我们的股东。现在魔晶是我们共同的竞争对手，你有什么内部消息要告诉我？你想知道什么？魔晶这次升级是麒麟投的钱，麒麟打算跟魔晶站在一起了吗？您肯定知道，你跟李奔腾不是一般关系，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。运营商这次起诉魔晶，打击力度是空前的，你要提醒李总，跟他离得远一点，别误伤了他。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，商业问题商业解决。我相信法院是公正的。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，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你